不得了啊！这2个星期的电动车界真的是峰回路转。首先呢，有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凌晨紧急发出了一个邮件，要求每一个特斯拉北美洲的员工向接受交付的用户提供 FSD 的试驾。之后又有中国乔布斯之称的雷总推出了苏7，宣布挑战特斯拉的 Model 3，真的是令人目瞪口呆啊！那要知道，在前不久研究了电动车10年的苹果都宣布退出了这个市场。那这2件大事，我们必须要留意，因为这不单单只是对电动车界有所影响，而是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也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，所以大家也要记得看到最后哦。最后我也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当中有没有一些潜在的获利者。我们先来聊一下小米的苏7事件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Tesla 的 FSD。那在3月28号，小米发布了首款的智能电动车小米苏7，售价呢最便宜是由21.59万人民币起，对标 Tesla 的 Model 3，可是足便宜了3万块钱，而且总共是有9款的车身颜色，4种的内饰颜色，真的是男女老少通吃。那雷军也是贯彻他一贯的营销策略，我就是要卷死你，就是我定24.59万也是亏钱的，21.59万也亏钱，就多亏一点。那什么是要卷呢？其实内卷就是来形容白热化的竞争，也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，人们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非理性的过度竞争。中国的网友呢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，大家都拥有了葵花宝典之后，如果你不练，你就会被打败。于是所有的人都练了，但是这样一来，每个人都会了这个武功之后，就没有特别之处了，所以在最后也没有人从中受益。其实小米一开始是做手机起家的，但是在当时候呢是没有人看得起小米的。你想一下，它的竞争对手是苹果、三星、索尼等等的大企业，结果到现在呢，小米已经是全球手机市场市占的第3名。而曾经雷布斯有说过，小米的手机不赚你超过5%的利润，它是靠着低廉的手机价格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那手机市场卷完了，它再进到这个电视机的领域，把你们再卷一次。Hello, how are you? 20万的100寸的电视机，雷总把它弄成2万块，把你们通通卷死。结果呢，卷死了几乎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，做到了市占率的第1。那你可能会好奇，小米它卖的产品这么低廉，它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？其实小米它真正赚钱的是它的后端产品，也是小米最想做的小米的生态链，包括智能家居、家电等等。而现在小米生态链再进一步卷到了电动车界了。小米有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工作流程。这是我们的车身车间，在这个车间里面啊，综合自动化率达到了91%，运输都是100%自动化的，这在行业是顶级水平的，就是去人化。那现在苏7的生产方式呢，就是有700多个机器人全自动化的生产，声称每76秒就能生产一部苏7。那这些机器人的协同工作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，并且是减少了人手的干预，所以它的成本呢可以低到如此令人难以置信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雷总好像是嫌钱太多，他不介意亏钱卖车给你，卖一步亏一步，先把你卷死，把你卷死了之后再来提升市场的占有率，再减少了这个 marginal cost。所以啊，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上 Tesla 受到的潜在冲击真的是十分的大。电动车界还有其他的巨头在小米的发布会上也是如坐针毡，小鹏、理想、蔚来的老总都在瑟瑟发抖。那说完小米对于电动车界的卷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更重要的特斯拉事件，那就是马斯克在3月25号凌晨的时候紧急发了一个 FSD 的电邮，当中有提到特斯拉最新的 FSD 12.3的 Beta 有很大的进步。现在这个 Beta 的自动驾驶的技术呢，更加贴近于人手的驾驶。一旦完成了全自动驾驶的话，对人类的生活也是有翻天覆地的影响，不仅仅是我们需不需要开车这么简单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开始逐一的跟大家分析拆解。那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FSD。那 FSD 全称就是 Full Self Driving， 也就是全自动驾驶，分为以下的5个等级。那想象一下 Level 5的 FSD 出现了，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影响呢？首先就是我们不再需要人为操作去驾驶，
那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可以完全的取代人类驾驶，并且是消除了人类操作的需求，乘客也可以将时间和精力投放在其他的事情当中，例如是工作、休闲娱乐或者是休息，生产力呢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的车子帮你去工作，出去当 Uber 司机赚钱，每天早上不用再接送你的子女上学，你想一下是不是爽死了呢？那第二个提升就是安全性，全自动驾驶的系统呢能够实时的监测周围的环境，反应更快，并且是更准确，这也是可以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。那因为它也能够避免由于我们人为的驾驶错误、人类的疲劳或者是分心而引起的事故等等。那再者，它也能够提升交通的效率。全自动驾驶的汽车也是可以透过车辆之间的通讯和协调，实现更高效的交通流动。车与车之间也可以实时的共享信息，避免塞车和交通拥堵，从而也可以节省时间和燃料的耗尽。还有就是那些本身因为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开车的人，比如说老年人、一些身体不便的人，或者是本身没有驾照的人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也可以帮他们去提供更多的出行服务，他们也还可以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。那说完 FSD 可以带来的改变之后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Tesla 的12.3的 Beta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今天非常开心要带给大家的是特斯拉 FSD V12.3版，也就是马斯克说称这一版为 V13版也不为过的大更新。昨天我一收到 V12.3版之后呢，因为我去运动，我马上就启用它。还好我有录影啊，因为我的车发生了一件我觉得不应该出现的错误，那就是通常我都是会在这个切口的地方左转，但是我看它的导航画面呢，它是会走到前面，在红绿灯的地方回转。那它如果说要这样走，我也 OK 啦，只是呢没有想到它最后决定在我们应该左转的地方，它在直行线道慢了下来，打了左转针，但是并没有切到左转线道，也就是在时速50英里的路段，突然间我们的车慢到了只剩时速10英里。大家可以想象哦，时速80公里变到只有30几公里是多么危险的事啊！所以后面我看后照镜有车来了，我马上急急忙忙赶快接手。 여기서 우회전할 때 반대쪽에 오는 차량을 다 보내고 들어가줘야 하는데 천천히 슬금슬금 들어가더니 결국 들어오는 차와 굉장히 아슬아슬하게 비껴갔습니다. 천천히 오는 트럭이라 피해갈 것 같아서 FSD 풀진 않았지만 더 빨리 오는 차량이었으면 좀 위험했을 것 같습니다. Nope, it would have been, and I just took over. Yes, because that was not supposed to happen. This little Kia behind me is probably like, what the F? 那看完12.3的测试影片，它明显只是达到了 FSD 的 Level 4，距离这个 Level 5的自动驾驶呢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所以现在呢，还是并没有能实现这个 Level 5的自动驾驶的梦想。那虽然话说如此啊，电动车和自动驾驶必然是未来的趋势，当中也是有一些不可或缺的部分。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电池，那市占率最大的电池公司呢，就是宁德时代。但是整个行业现在呢，已经是过了这个高峰期，当中也是有很多的风险，并且原材料的成本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板块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投资的部分。那第二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呢，就是雷达。那现在主流的有分两个部分，那第一个部分呢是特斯拉为主的，主要是以镜头实现自动驾驶的。那第二个呢就是以激光雷达去辅助做到自动驾驶的部分。那随着自动驾驶的需求越来越多，这个激光雷达的需求也是会水涨船高。但是现在激光雷达还处在一个概念股的阶段，并且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稳定的跑出来垄断市场。那第三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呢就是 AI。那为什么最近的 Tesla FSD 能够进步这么快呢？其实就是 Tesla 背后应用了 AI。那关于 AI 这个部分，我专门拍了一个影片，更详细的讲解到 AI 当中，除了 Nvidia 或者是一些明星股之外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机会？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，可以猜一下我们会在下一个影片讲到哪两只股票，并且记得订阅和赞好我们这个频道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下一期出新的影片，你就能收到最新的通知了。那我是 Rich， 是一位喜欢寻找10倍股的年轻人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